皇上。青锁，朕听闻青锁姑娘非常喜欢马，你倒是帮朕看看这匹马如何？耳立，鼻阔，四肢矫健，毛色纯而不杂，气态非常。皇上，这是一匹好马，是我见过的马当中分属第2的良驹。青锁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朕知道你心里非常不舒服，不要憋在心里，都说给朕听，说出来，你就能够轻松一点。皇上，这些日子，我真的有些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我也不喜欢现在的自己，这种感觉朕知道。有时候，走着走着，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好像迷路了，好像失去了希望。但其实，路就在那儿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它而已。你放心，青锁，只要朕还活着，就一定不会让你失去希望。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，就一定会有找到真相的一日。朝政良多，内忧外患，皇上不必为我担心。朕没有保护好你。皇上，如果没有皇上的照顾，我哪能活到今天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元金锁要做回当初的那个元金锁，不再委屈，不再逃避，不再听之任之，也不枉皇上对我的信任和照顾，不枉我这辈子活在这个世上。好，这才是朕认识的青锁姑娘。皇上，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皇上，我想去一趟史局，不知皇上准不准？你是想去查有关江陵一案的记录？对，与其静而待之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朕就知道你不会就此颓然不醒的。那皇上答应了？你就放心去吧，就说是朕的口令，他们自然会极力配合。多谢皇上。这匹马，这匹马是朕赐给你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看来朕这里没有选择。夫人，又找了这么多，我连秦朝的竹简都搬来了。这些都拿走吧，就剩这2个。啊，还要放回去啊？自然要放回去。在哪里拿的就放回哪里去，不可错了位置。陆主子，这么多，你以为史局是什么地方？记住啊，这里所有的书都只能在这里看，不能带出史局之外。那这里这么多，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啊？依你们这个看法，有2、3个月就差不多了。啊！去吧。
是夫人要找的吗？唉，为什么这里记载的都是战场上的事情，跟我想起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呢？唉，姑娘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著作，我没事。不过，有关江陵记载的史书就只有这些了吗？哎呀，我哪里是什么著作啊，不过是清洁保存这些史书罢了。姑娘，你想找什么有关江陵的记载啊？唉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对，我只知道，当年文皇帝出征江陵时，杀过不少的老百姓。哎，嘘，姑娘，打仗那是王侯将相的事情啊，可哪次打仗吃亏的不是老百姓啊？是啊。君侯心慈，则百姓安康啊。著作，你可知，当年文皇帝出征江陵时，是不是真有百姓遭到屠杀？没错。要不是姑娘提及，老朽还想不起来呢。是有个白水镇，就在江陵40里外，虽属江陵地界，并无魏朝官兵镇守。咱们的文皇帝却带领人马将那里的老百姓杀了个精光。白水镇，这是为什么？哎呀，生意难测，帝王家的事谁能清楚？姑娘，你还是别打听了。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没有史书记载？哎呦，那恐怕是我老糊涂了，记错了。著作，此事有关我的身世，还请著作明示。青锁姑娘，哎呀，老朽年纪大了，真的是记错了。著作，要是著作不方便说，就告诉我，当年有谁和文皇帝同行就好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。这著作，关乎我一家人的清白，还请著作。是啊，著作，你就说吧，实在不行，陛下给你跪下了。别，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老朽糊涂了，今日的话全当梦话吧。是。当年随同文皇帝出征的人，现在的官职与当年文皇帝于先朝所做的官职等同啊。哦。那当年文皇帝在朝的官职是？著作，陆著作呢？这位著作真是的，人那么老了，腿脚倒还蛮快。唉，他自然是有难言之隐吧。我们走吧。金侍卫，陆著作，辛苦了。举手之劳，多谢金侍卫。陛下，刚才那位著作说，当年跟随文皇帝出征的人，现在的官职与当年文皇帝在先朝做的官职是一样的。只要问问当年文皇帝在先朝作何官职就好了。白水镇，怪不得我想起来爹娘被杀的地方，不像是江陵那种大地方。都怪诸葛武雪的话误导了我。只可惜我们在史局没有查到跟白水镇有关的史书记载，当时的情况还是不清楚。夫人，你看，这里面刚好有白水镇3个字。我看看。哎，陛下，你怎么能偷书呢？嘘。夫人，我是怕你在书局里被书虫咬坏嘛。偷得好。咦，那不是梅姐姐吗？参见夫人。梅姐姐，夫人，这位是梅姐姐，是我同乡，在宫中多年。夫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问梅姐姐。那日后
一定会有很多麻烦梅姐姐的地方呢。碧香，我们回去吧。夫人，黄昏之后千万不要往右拐。为什么？夫人不知宫里的规矩，那边是宫女祭奠一珠姑娘的地方。你说一珠？是宫女，不过不是现在的宫女，是秦朝的宫女。秦朝的宫女。陈吉的妹妹端木一珠，最后盗走了镇魂珠。原来你知道一珠，梅姐姐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传说是一珠偷了天罗地宫的钥匙镇魂珠。我还听宫里的前人说，一珠的后代为了躲避始皇的追捕，隐居在南方。据说，只有端木一族的血脉才能辨别出真正的镇魂珠。什么？都是这么说的，奴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宫里的姐妹敬佩一珠的胆量，所以逢年过节都在那边的李树下祭奠一珠姑娘。那梅姐姐，你可还知道有关镇魂珠的消息？还有那端木后人，他们隐居在了南方什么地方？这些都是传说，其他的奴婢也不知道了。咦，吓死人了！夫人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梅姐姐，要是你想起什么来，一定让碧香来告诉我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太阳就要下山了，夫人，我们走吧。妹妹也是，3天2头往宫里跑，难不成府里的饭菜没有宫里的好吃？吃吧。妹妹今天胃口不错呀。对了，跟妹妹报个喜，大冢仔已经做主，把我跟阿庸的婚期放到了阿庸的生辰之日，也就是7天之后。妹妹可别多心，都是大冢仔说，早办也是办，晚办也是办，不如就生辰之日，大家可以双喜同贺。今天这饭真好吃。我最喜欢吃这鱼。剩了这么多菜啊，丢了也怪可惜的。这些菜就赏给你们吧。碧香，你不是说菜凉了就不好吃了吗？还不快端走！是夫人。阿庸，我吃饱了。拿来。不要随便动我的藏书。我才没那么无聊。那你看什么？我看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胆子不小啊！
敢偷史局的书，是又怎样？盗毁史书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像我们这种被赶尽杀绝的孤儿，又怎么能跟你这种锦衣玉食的大司空相比呢？再说了，这种掉脑袋的事，怎么能牵扯到大司空呢？怎么？你是觉得今晚我没有吃饱，特意跑到书房来把我气饱吗？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是严婉是大冢仔指挥给我的。我管你要娶谁。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可是大司空府的侧室。宇文邕，你要娶严婉，还是要娶别家的姑娘，我通通都不想管。什么大司空府侧室，什么夫人，谁爱当谁当去，我不稀罕。要怪就怪我自己运气不好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，我也认了。不过，我根本就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你为什么总抓着我不放？难道你是觉得像我这样的孤儿，没有亲人，没有记忆，就应该任你们玩弄，任你们利用，任你们欺骗吗？不，我从来都不想做你大司空府的侧室夫人。只是我一醒来，就在这大司空府里，大家都称呼我夫人，我也认了。不过现在，就连元清所这3个字，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清所，这一切都怪你的父皇宇文泰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哼，我不说就能堵住世人的悠悠之口吗？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查到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查到，不过我知道你没有告诉我真相，因为你害怕承认你父亲做的那些错事。你不要信口雌黄。你凭什么说我信口雌黄？除非你告诉我真相。我说过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那你查到了吗？你要是查不到真相，那就请你告诉我，当年到底有谁跟随文皇帝出征江陵，我好自己去问个清楚。你就这么急于查明真相吗？你到底是想找到你的身世之谜，还是想找到证据证明我父皇就是你灭门的仇人，然后就与我撇清关系？那又有什么分别？袁清所，我说过，这一次我是不会放开你的。你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在我宇文邕亲自查明真相之前，谁都不能栽赃我的父皇，就算是你也不行。看来文皇帝在你心目中当真是个好父亲。不过我始终不明白，区区一个刺史为何会请命出征江陵？为何会带着官兵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？刺史，你太小看我父皇了。父皇是太师、大冢宰、柱国大将军，后被追封为文皇帝，何来刺史一职？大冢宰，原来当年跟随文皇帝出征江陵的，竟然是宇文护。袁清所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没想做什么，我只知道，当年你父亲被追封为文皇帝，可我却不知道，你父亲当年竟然也是这样的辉煌。真的没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该走了，不然待会儿你的婉儿妹妹来了，显得尴尬。哼，这个宇文邕自命风流，不过才2个女人而已，就吃不消了。大冢宰，您说清所姑娘会上当吗？玉儿已经上钩了，只需要给她一些时日，她猜到当年随文皇帝出征江陵的是寡人，她自然会溜出大司空府来找寡人，拿出最宝贵的东西来跟寡人交换。这么说，这镇魂珠就指日可待了。就看袁清所有多聪明了，他越聪明，我就越快得到镇魂珠。
姑娘，殿下太可怕了！什么？你胆敢再来问本仙子索要解药？洛云求仙子，就把解药给洛云吧。哼，郑洛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药可是你自己拿的，现在你又要解药去给高长恭解毒，你当本仙子是什么人？任你呼来喝去无所不从吗？长恭现在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长恭了。仙子，洛云错了，我不想再抓住他的心了。洛云求仙子，只要你能将解药交给洛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此话当真？只要是为了长恭好，要洛云做什么，任凭仙子吩咐。哎呀，姑娘，风儿都快找了你一天了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啊！姑娘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快，姑娘被人劫走了，快来人啊！怎么回事？殿下，快！殿下，云姑娘被人劫走了，就在那边，快！年青锁，青锁怎么了？这戒指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是元青锁伤了你。洛云，洛云！姑娘，快去请太医。是。把最好的金疮药拿来，快！齐国第一美女，究竟犯了什么错？郑家用心良苦培养出来的女子，现在居然成了这样！明月兄，你放心，我会给洛云一个交代。长恭，你告诉我，洛云因何受伤？青锁，殿下，金疮药。洛云，长恭在这里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姑娘温柔善良，从来礼让三分，不肯得罪人。到底是谁这么狠毒，对我们姑娘下这么狠的手？殿下，请让属下派人调查，不管是谁，绝对跑不出金庸城。站住！还用查吗？殿下，请三思啊！在罗云未醒之前，草率定论，恐有不妥。青锁姑娘只是个不会武功的弱女子，怎么可能连伤两人？尤其是夫人的身手，你也清楚。别说咱们这些行武的军人，哪怕是一般的江湖高手，也难近身。殿下，不要再说了，姑自有分寸。青锁，青锁姑娘，青锁，青锁。殿下，姑娘虽然伤势严重，但已无大碍。卑职给她开了补气血的方子，每隔2个时辰煎了，给姑娘服下，再好生将养些日子，自然就会好起来了。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
若卑职估计的不错，过了今夜，姑娘就能清醒，请殿下放心。那她脸上的划伤会不会留下伤疤？这个，卑职会尽力而为，究竟结果如何，这还要看天意呀。送王太医。是。王太医这边请。殿下，救命！成功。洛云的伤已无大碍，不必担心。明远兄，我出城几日，府里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洛云若醒了，叫他等我很快就回来。你要去哪里？长安城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给我闪开！快，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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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，这里就是贵宝斋了。哎，这是谁啊？这么气派，连女人都这么耀武扬威的，世道变了。对，进去看看。我看看。来，姑娘，你需要什么首饰啊？你闪开，叫你们掌柜出来。这位大姐，你们需要什么首饰？我伺候便是。你伺候？我们姑娘可是渝州盐刺史的掌上明珠，马上就要嫁给大司空，成为他的侧室。你这等小角色，伺候得起吗？快，叫你们掌柜的把最好的货拿出来，怠慢了，小心你的小命。是，小的马上去，马上去。姑娘，你看这个簪子多好看，最衬姑娘的肤色了。姑娘，要是多买几盒胭脂水粉吧，擦得美美的，让大司空每天都围在你身边，看都看不够呢。多嘴。是。她就是要嫁给咱们大司空的女人。要说啊，大司空还真是艳福不浅呐。前一阵刚娶了一个女儿，这么快又来了。我可是听说啊，不是咱们大司空想娶，是人家偏要嫁呀。大冢宰指婚，不娶不行。哎呦，那这女人了得呀，怪不得这么耀武扬威的呢，是大冢宰身边的红人啊。你们几个耳朵聋了吗？听不见别人胡说八道吗？给我把这些多嘴的贱民抓起来！再说就掌嘴。是。快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贵客到，姑娘，这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啊！我的个娘啊！这样的女人谁该要啊？闪开！都闪开！快给我闪开！闪开！快点！你看看，快闪开！闪开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你别乱说，咱们主上不是那样的人。要不是贪恋美色，为什么要把严婉娶进来？凭咱们主上怎么会看不出来那个严婉嚣张跋扈，专门欺负金锁夫人？哎，你个小丫鬟，按主上吩咐照顾好夫人就行了，别老想着管主上的事儿。就是因为有了像你这样不辨是非的侍卫总管，主上做错了也不知道劝，才会让夫人这么伤心。你就敢在我这儿胡闹！哎呦，我说大总管呐，求求你好不好？夫人的幸福可就在你手上了，你去跟咱们主上说一声吧。那个严婉真的娶不得。不去，咱们主上自然有他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那我怎么知道？你要这么想知道，你自己去问问。天天跟在主上身后，你会不知道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主上，反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主上，哎，你回来，回来呀！主上，怎么了？
主上，你不能娶颜婉姑娘。为什么？你要是娶了她，她一定会骑到夫人头上的。到时候不仅夫人难过，连主上都会很惨。回去照顾夫人。奴婢正在照顾夫人，照顾夫人可不是一朝一夕、端茶递水那么简单，而是要全身心的照顾夫人，包括夫人的未来。包括夫人的未来？夫人的未来就在主上身上，要是主上不能好好珍惜，那夫人就没有未来了。夫人的未来没有了，那奴婢的未来也没有了。要是你家夫人趁你出来为她找未来的时候逃走了，你就真的没有未来了。糟了，我是去厨房给夫人拿参汤了，我怎么把这事忘了？主上，奴婢告退。主上，还有喜事的诸多事项要办，属下告退。主上。夫人可曾按时吃饭？回主上，夫人今天胃口不错，早饭午饭都没落下。这会儿刚刚睡下。传我的话下去，只要她不出去，所有的要求都满足她。是。贾六，贾六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别吵吵，夫人刚睡下。这个夫人脾气好，就算吵醒了也没事啊。你还是想想怎么应付新夫人吧。哪个新夫人？还有哪个新夫人？当然是严家姑娘啊。今天早上高高兴兴出去买东西，回来就大发脾气，好端端的茶碗茶壶都给砸了。现在啊，挨个仆人都过问婚礼准备的事了，你赶快去回个话吧。可是我走不开啊。话我可是传到了啊，去不去你自己拿主意吧。这个严家姑娘真是要人命啊！哎，得，那我还是速去速回吧。新夫人旧夫人，哪个都能要了我的命啊！趁陛下不在，我去找宇文护问个清楚。终于肯好好吃饭了。主上，还有5天就是主上的大喜之日了，迎娶的事情属下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份是当天宴请的宾客名单，还请主上过目。你做主便是。毕竟严婉是大冢宰府那边的人，凡事多留神些，给大冢宰一个交代就行。主上，主上连办喜事，依属下看，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啊。无非是大冢宰又在我身边多安插了一个耳目而已，无妨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躲是躲不掉的。主上，好像有心事。最近右眼总是在跳，难道是什么不祥之兆？主上，西座传来消息。下去。是。大司空，高长恭于今日已达长安城。果然要出事。主上，高长恭又进长安城了。高长恭，他怎么还敢来？这个高长恭，貌似风流倜傥，胆识过人，可做事未免过于鲁莽。上次要不是主上您的计划十分周密，他怎能如愿离开？眼下长安城
连线密布，危险重重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这次来了，可就走不了了。怕只怕他是为了元清锁。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绝不会让他把元清锁带走。多派人手过去查，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为何元清锁昨日会问我关于父皇的事情？居然还是官职。这个新夫人可真够难伺候的，动不动就拿咱们下人出气。大司空府里，主子对奴才从来都是极好的，这以后恐怕日子再没那么好过了。什么新夫人？只要一日没嫁过来，就算不上什么夫人。还是清锁夫人好些，从来对我们下人都是和和气气的。我看这个颜婉啊，怎么看都不像什么大家闺秀。好好的姑娘家，之前就整天赖在大司空府，和清锁夫人什么姐姐妹妹的，一看她就知道她没打什么好主意。哎呀，还不是清锁夫人性子好，就这么容着她，那叫什么？养虎为患。清锁夫人最近总是闷闷不乐的，本来身子就弱，真担心她憋出病来。说的也是，主上不知道被严婉下了什么迷魂药，对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参见严姑娘。你们还知道我是谁？元清锁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，让你们这么死心塌地为他说话？你们尊重元清锁，我赞同，但倘若是借此诋毁本姑娘，我绝不姑息。奴婢不敢，不敢。别当我是瞎子门子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今日不给你们一点教训，难保你们下次不长记性。春雪，给我打。是。元清锁，你个绊脚石，论姿色，论身手，你哪点比得上我？竟然让所有人都为你说话，若不除了你，我演完以后只怕难以在大司空府立足。站住！元清锁，你现在越来越猖狂了，竟然大白天的就明目张胆的想逃走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说过，只要我再见到你，我就绝不再放手。所以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大司空府侧室，要不然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以为我在大司空府待着，就会比死更好受吗？你别忘了我们之间真正的关系。宇文幽，我怕我继续待在这里，会忍不住杀了你。不就是想报仇吗？只要一刀，你举家的仇恨就全报了。我想不到我宇文邕在你元清锁的眼里，仅仅是个仇人的儿子而已。若你笃定我父亲便是你灭门的仇人，今天来呀！我就会原谅你了吗？你这样，不过是在为你父亲的杀戮寻找借口罢了。你让我走，我走了，或许就会找到证据。若你杀不了我，就乖乖留在这里。我答应你，会将当年江陵的事情查得一清二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一清二楚。当年去江陵，除了文皇帝以外，剩下的就只有大冢宰宇文护了。就凭你跟宇文护之间的尔虞我诈，你认为他会告诉你真相吗？跟你这个伪君子相比，我宁愿相信宇文护的话。
青锁，原来昨日你当真是在套我的话。对，因为当时我只知道，跟随文皇帝出征江陵的人，现在的官职跟文皇帝当年是同一官职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原来就是宇文护。你居然连宇文护出征江陵的事情也不告诉我！袁青锁，若你不治死活，必不可带领大司空府，带领皇上。怎么，你承认了？哼，你承认你父亲宇文泰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，杀了我全家？我说过，我会查明真相，给你个交代。就凭你会查清楚吗？我宁愿相信宇文护，至少他坏得清楚。只要我给他对他有用的东西，跟他交换，他就会告诉我真相。你别想，我不会让你去。若你今日踏进大冢宰府，只怕就再也出不来了。就算搭上我的性命，哪怕只有半点的可能，我也要去。你敢？怎么不敢？你今天能看得住我，明天就能吗？哦，想来你也没有多少时间看住我，因为你要听大冢宰的话，迎娶严婉了。你跟严婉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同样卑鄙无耻，同样不仁不义。宇文邕，我恭喜你。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，永远不会。夫人不做，要做囚犯。好，我今日就随了你的心愿。来人，主上，主上，把整个院子围起来，4班直岗轮流把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陛下，主上。拿家法！宇文邕，主上饶命！陛下知错，陛下真的知道错了。宇文邕，你不能这样。陛下，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主上说让陛下看好夫人，陛下失职，没有看好夫人。是我偷偷逃掉的，跟陛下无关。你要罚就罚我，要打就打我。把夫人拉开。是。宇文邕，你若是一个谦谦君子，你就不应该对一个奴婢用这样的酷刑。你不是说你更喜欢坏得明明白白的吗？我就如你所愿，让你看看我坏的样子。宇文邕，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满，你尽管冲着我来。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你不是早就决定要恨我一辈子了吗？陛下，你可认罚？奴婢认罚。夫人，青锁，陛下，你如意了吗？不用你说，我自己就进那个牢笼里去。夫人，没事。让奴婢看看你的伤。
不必了，这点小伤我还受得了。只是你险些受了家法。夫人，陛下没事。主上那么生气，还不是因为着急，怕夫人离开大司空府又受伤。主上很少这么着急上火。主上能为了夫人这样，是因为主上心里装着夫人，把夫人看得比谁都重。你不必安慰我。夫人，你可真是冤枉主上了。他这一边，奴婢看得出来，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。可没想到夫人竟然为了救奴婢冲了上来，就撞在了鞭子上。没想到宇文邕在你的心中竟然是个好人。主上自然是好人，奴婢还没见过哪个高门大院王侯将相家对下人这般好的。主上从来不责罚下人。之前小翠去收拾主上的书房，失手打了一块主上心爱的砚台，主上什么都没说。虽说这次主上是动了真气，可奴婢看得出来，那鞭子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。夫人，碧香这么说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夫人，你别怪奴婢多嘴。奴婢这些下人都知道，主上对夫人可是真心实意的。之前每次夫人出了事，主上都是茶不思饭不想的。这次你回来，全身冰冷，昏迷了好几天，主上不眠不休地守在夫人身边，抱着夫人，直到把你捂热。碧香看到这些，就觉得好感动。眼下，主上不准夫人出去，势必是有别的原因呢。他为什么这么憔悴？好像几夜没睡。严姑娘就要嫁进来了，夫人也要为自己多做打算啊。幸而主上对夫人有情，依陛下所见，夫人也对主上多热络些才是啊。哼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他心心念念的只有他自己的权位，他只是怕我死了没法跟宇文护交差。进护卫。严姑娘，夜晚有事要求见大冢宰。请。高长恭此次来到长安城，必然与青锁姑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依属下看来，这倒是个除掉高长恭的好机会。还不到时候。难道凭大冢宰府的实力，还不能手刃高长恭？寡人要杀的不止一个高长恭，要利用高长恭引出我想杀的人，一网成尽。你派人悄悄去查高长恭的踪迹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主上，严姑娘求见。请。严姑娘，请。多谢大冢宰成全婉儿，让婉儿和大司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婉儿特地备了些薄礼，孝敬大冢宰。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还望主上笑纳。严婉深夜造访，怕不只是为了感谢寡人这么简单吧？什么事都逃不过大冢宰的眼睛。能够嫁给大司空，本是婉儿的心愿，也是大冢宰的美意。可惜袁清所总是从中作梗，装模作样，煽动下人诋毁婉儿，婉儿实在是举步维艰呢。哦，照寡人看来，清所的本性
不该如此。青锁妹妹本来温婉善良，可是大冢仔有所不知，这次回来，她不知着了什么魔，处处跟婉儿作对，还跟大司空作对。大冢仔，袁青锁已是一招死棋，他能做的，婉儿都能做到，还能做得更好。若大冢仔能让袁青锁彻底消失，婉儿必定为大冢仔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袁青锁能为寡人找到镇魂珠，婉儿也能。寡人早已确定镇魂珠就在大司空府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镇魂珠当真在大司空府吗？怎么，你不相信寡人？婉儿不敢，婉儿必定找到镇魂珠献给大冢仔，到时候还请大冢仔不要忘记婉儿的心愿。去吧。婉儿告辞。夫君，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晚？就算事务繁忙，也要爱惜身体啊。刚才妾身看见阎王姑娘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？来告青锁的状。可惜青锁这孩子，本以为把他留在四弟身边，多少能帮上咱们大冢宰府的忙，可没想到，偏偏出了意外，丧失了记忆。还好现在有了严婉，严婉心思聪慧，妾身想夫君的心愿很快就要实现了。没有袁青锁，哪来镇魂珠？夫君说的极是，青锁是非不分。妾身还在想，是不是应该把青锁带出来，关在严密的地方，由妾身看管着，夫君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是没心情想这些了。倒是皇帝事事和寡人对着干，我这边忙着与突厥修好，他那边却准备与突厥作战。要不是有人修书给我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。朝堂上的事，妾身不懂。这个皇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没有寡人哪有他的今天？看来上次寡人对他还是心太软，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应该放过他。明日我要让他看看阳奉阴违的后果。这里是军事重地，请马将军带领5万精兵北上，镇守边关。臣领旨。只是臣有些疑问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马将军有话尽管说。臣听闻突厥有意将阿史那公主嫁给大司空，以借双方秦晋之好。既然可以不出一族一马，和平共处，皇上为何要大动干戈呢？朕也是逼不得已。朕知道大冢宰和突厥素有往来，此番和亲，只怕是在大冢宰的全盘计划之中，不得不防。而且，一旦与突厥和亲，齐国必然会怀疑我大周的结盟诚意，到时候也会误了周齐两方的联盟。战事一起，百姓必然遭殃。朕若非被逼无奈，也实在不愿出兵。皇上思量周全，是臣思量不周。臣必当倾尽全力镇守边关。好，还要劳烦徐司徒出使齐国，以周齐联盟关系为借口，一探他们对突厥所持态度，切不可泄露了大周的行动部署。臣领旨。另请赵将军带5000人马，暗中保护徐司徒，固守在大周与齐国的边境，以防我大周与突厥突起战火之时，齐国趁机突袭。参见大冢宰。
大冢仔，大冢仔，大冢仔到！兄长行色匆匆，所谓何事？行色匆匆。若寡人再不行色匆匆，只怕这大周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了。兄长何出此言？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拒绝和突厥和亲？这可是文皇帝为四弟定下的亲事。大冢仔，事亦时矣。所谓和亲，以微臣看来，无非是突厥的一个托词。突厥虽然久盛不衰，可毕竟久居深北，周齐两方势力相当，无需借助突厥聊以自保。更何况，突厥答应和亲的条件是，每年大周要送给突厥的金银布匹、粮草器具无以计数。这一来，突厥本无诚意；二来，送大批的贡品，必然会削弱我大周的国力呀。小小司徒，遑论国事。难道寡人的叔父、皇上的父亲、文皇帝都没有你眼光长远吗？大冢仔，皇上，微臣只知道，拒绝和亲必然伤了突厥的颜面。他们一旦大举入侵，战火四溢，生灵涂炭，百姓遭殃。一国之君，难道竟没有替百姓想过吗？大冢仔，突起战火是百姓之火，朕自不会袖手旁观。朕已与诸位大臣刚刚商议了应对之法，大冢仔何不……好，既然皇上已有了良策，那微臣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臣近日身体不适，需要在家好好休养。皇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大冢仔，朕还有一事想与大冢仔商议。关于四弟的婚事，朕觉得不妥。四弟迎娶青锁不久，青锁又身在病中，此时再娶，恐有损四弟名声啊。你是在乎四弟的名声，还是在乎袁青锁的名声？青锁姑娘曾在与齐国的和谈中出奇制胜，也算是有功之人。更何况，青锁姑娘又是大冢仔的内侄女，维护她的名声，于公于私都不为过吧？皇上说得好，寡人绝对不会因私废公。袁青锁多次擅离长安，与齐国往来密切，实属罪大恶极。绝不会因为她是寡人的侄女，就去姑息。一旦寡人找到证据，寡人会亲手将她判罪问斩。还请皇上在寡人找到实证之前，下禁足令，不要让她离开大司空府。还有，5日后四弟大婚，还望皇上亲临祝贺，稍尽兄弟之情。臣告退。皇上，皇上。你们几个在要害处守卫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为了对袁青锁，竟然如此大费周章。宇文幽，我看你是枉费心机。就算你布下天罗地网，我也要为母亲和陆云讨回一个公道。哇，好漂亮的花！哎，新被子，真暖和。啊，好漂亮的毯子。跌打损伤的药都齐了。咱们主上对夫人的脾气秉性还真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对你们夫人来说，吃药可比吃饭重要的多。
等等，这道茶杯的颜色我不喜欢，给我换套更雅致的。是。还有那套桌子，跟这些家具的颜色根本不搭。来人，主上，把这张桌子换了。是。墙上的画也全换了，我喜欢山水画。适可而止吧。怎么，舍不得了，心疼啦？刚才不是还满口仁义道德的说要给我想要的生活吗？这些当真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不然呢？好，大司空府里家具画卷多的是。来人，主上，把屋里的陈设按照夫人的要求全部换掉。是。主上，又多加了2队侍卫，1队守护大门，1队就守护在外面。相信夫人这回安全了。这安全的不是我吧？安全的是你们大司空的心。夫人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好一个假仁假义的君子，好一张骗人的利嘴。我要是你，我会在心中窃笑，伪装得真高明。倾心付出不过如此，就算他恨你怨你，依然手下忘不了，还痴痴地想着要见他。我若不是想着与他见面，你怎会几次3番地往外跑？若不是想与你见面，他怎会再次潜入长安城？什么？殿下来了长安城？我这辈子永远不要再见到你，你不配拥有跟小莲一样的脸。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分别？我与他的事，大司空还是少费心吧。来人，主上，给我看好这里，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。是。主上，大司空府府内府外都加派了大量侍卫，想必已经知道高长恭进入了长安城。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想置元清所于死地，真是一个好诱饵。有没有找到高长恭的下落？主上，属下已加派人手，可目前尚未找到高长恭。高长恭已潜入天子脚下数日，在长安如逛闹市，这个皇上毫无作为，好日子只怕要到头了。看来大周的气数要尽了。依属下看，大周朝真正的气数就要来了。此话怎讲？大冢宰才是大周朝的真龙。如果高长恭行迹败露，突厥因为大周毁亲而大肆进攻，内外夹攻，大周朝的百姓必然对皇上失去信心，人心惶惶。到时候就是真龙现世，执掌大权的大好时机。到那时，不光大周朝的百姓要臣服在主上脚下，就连齐国、突厥也要向主上低头。哼，大胆！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尔等怎么可以胡说？属下知罪，属下知罪，请主上责罚。是。万事俱备，
夜晚就看你的了。紧急关爱处一定要多派人手。是，主上。还有，盯紧青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让他离开那里。是。哼，元清锁，元清锁，你就知道元清锁，早晚有一天让你知道我颜婉比元清锁好得多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倘若阿雍知道，必然放在隐秘的地方。可这大司空府我都找遍了，连个像镇魂珠的东西都没有，到底在哪儿？卧房，只有阿雍的卧房我没去过。你呀你，放着这里不住，偏偏要我将你赶到小院子里去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糟了，一定是脂粉的香气。我累了一天了，要早点休息。仙子何必坏人好事呢？坏人好事，我看是你诸葛无雪坏人好事。你不是对天罗地宫毫无兴趣吗？怎么不待在你的小春城，却来到这长安城一图不轨？我是对天罗地宫毫无兴趣，我只是来看看自己的未婚妻，怎么有什么不对吗？未婚妻？元清锁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未婚妻了？清锁与我本是世交，父母做主，自幼定亲。没想到，堂堂青龙护法竟然是个多情种，自幼定亲，还真是可笑。你在小春城上演的那出戏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诸葛无雪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镇魂珠我是势在必得，
任何和我争的人，都是我的仇人，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我诸葛无雪对镇魂珠没兴趣，你尽管取你的镇魂珠。如果你敢伤害元清所，你可知道我小春城的厉害？知道，知道。我只要拿到了镇魂珠，一定会将它完璧归赵，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听闻高长恭也来到了长安城。你不必担心，既然元清所是你的未婚妻，那她就是我天罗地宫的人，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伤了她一根汗毛。那就有劳仙子了。殿下到长安城来做什么？难道是国事？还是宇文邕在骗我？不，看他的表情，不像是在骗我。既然宇文邕知道了这个消息，那宇文护肯定也知道了。我要出去找到殿下，告诉他这里有危险。就算他不想见我，我也要跟他说清楚。哎，可是这个宇文邕把这里看得这么严密，我该怎么出去啊？夫人，用早膳了。夫人今天胃口不错嘛？我以为……你以为我要绝食啊？绝食只会伤了自己的身体，宇文邕就会放我走吗？夫人说的对，只有夫人吃饱了喝足了，才有劲跟野马对着干。这都是些什么事啊？主上刚娶了夫人，现在又要娶什么严婉？真不知道主上怎么想的。那个女人看着就恶心，还有那个楚总管更恶心，忙前忙后的，比他自己娶媳妇儿还伤心呢。楚总管？啊，不，夫人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随口说说。楚总管一定站在夫人这边的，我向你保证。陛下，这饭怎么有股味道啊？有吗？我怎么闻不到啊？哎，算了，我不吃了。碧香，你去叫楚总管过来。哎，再去厨房做些桂花砂糖糕来。是。我倒要问问，现在新夫人进门了，他们就敢拿夫人不当回事了吗？属下楚林溪，敢问夫人何事召唤？把门关上。我有要事。哦。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还好。楚总管。我今天起得好早啊！参见楚总管。楚总管怎么慌慌张张的？是啊，怎么看上去人都瘦了？不光瘦，还矮了呢。真是可怜啊！为了主上的婚事操劳，楚总管变得又瘦又矮。糟了，夫人跑出去了！我怎么这么蠢？夫人怎么会对我动手？来人呐！楚总管，快去追夫人，快点！走，找夫人。夫人，这大司空府的楼这么高，我来帮你啊。我才用不着你帮忙呢。看你，笨手笨脚的，还来当贼呢。我看你这辈子都别想逃出这儿了。哎呀，你呢，看起来也不算漂亮，
性格还很蛮横，也不知道那个宇文邕看上你什么了，竟会如此迷恋你。迷恋？他只不过想折磨我罢了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今天怎么会这么狼狈？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涯海角，不是人鬼殊途，而是他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他是最爱你的人。既然他那么在意我，那他怎么没去小专城救我啊？你是觉得我是喜欢你才会专程去救你的吗？丫头，永远不要轻易伤害那个真正关心你的人，否则铸成大错，连后悔都来不及。那边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快下来！夫人，快下来吧！轻点，轻点。好啦好啦，别叫了。念住，马上就要消肿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哪来这么多点子啊？哎，还是上点药膏吧，我觉得不管用。哎呀，你不要乱动啊！这点伤就大呼小叫的，要是真打起仗来，你怎么冲锋陷阵保护主上？我看你啊，到时候一定是个大叛徒、胆小鬼。少在这给我贴标签，谁让你想出这个破点子？我本来还不怎么疼的，被你这么折腾的越来越疼了。夫人的手劲还挺大啊！你还有没有点同情心了？谁叫你看不起我的秘方？坐下。你没事吧？不疼。碧香，这是我的祖传秘方。小时候摔倒的时候，我娘就是这么做的。她说这样止痛。你们家秘方还真多啊。那现在还疼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你们家秘方真管用。楚总管，主上有要事要立刻启程进皇宫，已经到了大门口了。啊！那个路上小心啊！朕自登基以来，事事顾及大冢宰颜面。一则边境动乱，大冢宰带兵征战，对大周确有功劳；二则朕登基不久，需审时慎事，稳定民心。不知是不是朕太过纵容大冢宰，他现在眼中越来越没有朕这个皇帝了。皇上，自古以来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皇上视大冢宰为手足，大冢宰却恃宠而骄，飞扬跋扈。若不及时遏止，皇上的宅心仁厚，恐付东流啊！皇上宅心仁厚，人尽皆知，却被大冢宰当作把柄，事事逼近，处处要挟。近年来战火不断，国库空虚，而大冢宰却利用职责之便，苛刻税收，收受贿赂，中饱私囊。皇上，此毒要是不除，必将贻害大周朝廷啊！贪污枉法，贪污在前，枉法必定紧随其后。大冢宰一直手握重兵，忤逆之意日显。臣以为，当断则断，皇上不要步了孝敏帝的后尘呐。宇文护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皇上，先下手为强。为国除奸，皇上若有行动，臣当誓死相随。臣当誓死相随。皇上，今日之事，臣弟觉得有些不妥。大冢宰党羽众多，皇上堂而皇之召集大臣，在御书房大声鼓噪，声讨大冢宰，势必为大冢宰所致。朕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了。皇上，朕自从登基以来，朕没有一天不听从大冢宰的号令，就算是为国为民，也要束手束脚。多年以来，
你我兄弟一忍再忍，反而助长了大冢宰的嚣张气焰。朕到现在才知道，为什么孝敏帝会不惧死。朕要像孝敏帝一样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奋力一搏。臣弟是担心皇上的安危。臣弟知道，刀兵相见是迟早的事，可是没有万全之策，皇上万万不可贸然举事。哎呦，月夜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？没什么大碍，偶感风寒。皇上如此对待大冢宰，是否不妥？这是群臣的想法，朕还在考虑。兄长与你我兄弟本是同根，何必相见？更何况大冢宰为了大周江山鞠躬尽瘁，立功无数。依臣弟看，该将那些出言无状的大臣细细责问，是何居心？四弟，你怎么又糊涂了？大冢宰对大周朝建功立业，但久有功高震主之嫌，群臣所奏都是为了朕的江山。皇上，请皇上三思。臣弟认为，兄长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大周江山，皇上该尊崇有加，不可受群臣蛊惑。四弟，朕原本以为你我兄弟可以同心协力，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软弱。不是臣弟软弱，皇上当与兄长同心协力，共保我大周江山，何必以卵击石？哼，朕是该夸你胸有城府呢，还是胸无大志？皇上与大冢宰都是臣弟的兄长，都是为了振兴我大周的江山。臣弟不想与兄长为敌。